这狼月福地，还真如其名，是个福地。这洞下因有地热暖泉通过，所以即便外面天寒地冻，这方小天地却是温暖如春。父亲，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，居然还有人修炼此功。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已经到了第4重。4重功力，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叶鼎之竟然又破了1重？今天，只要吸了你的功法，我就可以不用再等，直接破境了。所以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这么说来，一切就通了。文君的事，也是你们安排的吧？就算我们不找你们，萧若锦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不过你放心，易文君，他不会有性命之忧。青儿，你可是喜欢他？儿女情长的事情，真是有些麻烦呢。年轻人，你只要顺从一些，我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曾经的北阙国主？曾经，这2个字未免刺耳了点儿。功力还不错嘛，这要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可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不过现在的你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只蝼蚁。是吗？虚念功、不动明王功、魔仙剑，3个如此强悍的功力同体，你就不怕断了经脉吗？既然你要打，那我就拼尽全力。昔日有人将毕生功力凝于13剑中，用此13剑踏遍南绝，一剑一高手，让整个南绝为之震动。他就是我师父羽生魔，一剑关尽天下业。师父，这13剑你若在泉下看到，可别说我糟蹋了你的好剑法。仅只是受了点小伤吗？看来不是一般的天生五脉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鼎之。叶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武功精彩绝艳的叶，他本出自于我们北阙，可到最后，却当了北离的走狗。他不是走狗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将军，是我的父亲叶宇。什么？叶宇是你的父亲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在你临死之前，我让你看看虚念宫最神妙的地方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天下
下第一！云哥，别过来！让开！姐姐，父亲，是我是瑶儿。瑶儿，你是我的瑶儿。父亲，停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多年你没有见到我，一来你就要阻拦我吗？姐姐，就差一步了。北阙这20年来的筹谋就差这一步了，有可能就因为你此举功亏一篑。姐姐，你3死了。如果不阻止父亲，才是真正的害了他，害了北阙。妹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早已坍塌的王座，而去发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、万劫不复的战争。好，你们若是要阻止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话太多了。现在谁也阻止不了，能阻止虚念宫的，只有虚念宫。巧了，我也会这破烂功。你是谁？女婿。云哥，我来了。唐云，没想到我闭关不过20年，这世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内，同时出现3名虚念宫的修炼者。好，我今天要将你们俩的功力全都笑纳了。做梦！大河之水，天上来！东旭，瑶儿，姐姐，没有用的，这不是我们能阻止的。你们死定了！东君，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，不差这一次。云哥，都来！云哥，不要！这样你会死的，你听见没有？还来！竟然是天意！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把我余下的功力都传给你。岳风城，你疯了吗？云哥，云哥，不要我云哥，快停下来！你会没命的！谁在叫我？快停下来，云哥！是同学。云哥，你醒醒，不要被迷惑了心智。云哥，快回来呀，云哥！回来，回不来了。我的家人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妻子也被带走了。这个世界没给我存下半点善意，那我也决定不再报以善意。百里
童军，对不起啊！父亲，父亲！东君，3个人的力量，他竟然做到了。云哥，没用的，他已经入魔了。你任鼎之，住手！得死！云哥，云哥，停下来！停下来！父亲，不要！东君，云哥，云哥，百里童军，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却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背无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所以，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童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的，不知人间疾苦。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云哥，云哥，你自己留在原地吧。叶鼎之，我在此修炼近20年，只在收服北阙，戒之背离。可到如今，
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止。你很好，现在体内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气人，那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。你死于我手，不恨我吗？英雄立于世，心中爱恨，岂能如此凡俗？我心中最恨就是背离。如今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那就请你记着我的遗愿，做现在天下第一，踏平背离。来了。这场赌局的结果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没想到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赢。怎么会如此？入了魔道，却仍有一颗人心，这颗比那所谓的虚念宫第9重厉害一些吧？你就是叶鼎之？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或者说至少我杀不了你。我也不想与你打。我特别好奇，这冰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风城死了吗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吸干了他的内力，我本想杀了他，但百里东军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可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啊，现在应该已经死透了吧？怎么会如此？怎么会如此？可你却没这么幸运了，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。没想到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你的苦心谋划，却又与我何干？我此刻本应在姑苏城外的草庐中，那里四季温暖，草木成荫，而不是在这寒风冻骨的冰原中。
就算永生坠入寒冰地狱，也挽回不了你的罪孽。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。但你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关心下那个家伙。他也被我吸干了内力，如果你不传真气给他，他也会死的。他千里奔袭至此，只为救你，可如今他快死了，你却不管。我的真气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：与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魔心，我可以帮你渡。不必了，终归是两条路了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可就避免不了打这一架了。那就不要再见。可他呢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不配做他的朋友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对，这世间还是失忆人最多呀。红官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吴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叫叶鼎之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宗主。不服者杀！天启城二人客官，您这边请。花魁和朱雀使，好不风流啊！啊，就是呀，千里追夫呢，真是一段佳话呀！来，我来。哎，客官，您的酒。是司空师叔。老板，来张纸和笔，还有个信封。好嘞。你要做什么？给长风写信。长风？你们这位师叔，这位朱雀使不会叫司空长风吧？师兄听说过他的名字？
这小子有出息了。哎，客官请。在外行游，喜闻师弟抱得美人，贺喜贺喜！师兄不日将归，喜酒无极，缺无不可。哎，帮我也加一句吧，就说缺无也不可。大师兄也要凑热闹？哎，破败小庙，些许缘分呢。就这么写啊。你说有一位读书人为考取功名，想向他讨几杯喜酒喝。好好好。我就是怕他太着急，把喜酒给办了。我这辈子还没有参加过兄弟的婚宴呢。云哥的没赶上，长风的就更不可能错过了。那我先行一步。哎呦，可惜了。咱逮着回线啊！好。别让我。我这就得走。哎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就回去。瑶儿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下午便找船出海。好。慢点啊！诸位，上面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小师弟，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聚。大师兄，这一路多谢了，保重。保重。师伯保重。保重。别看了，愿你归来，依旧是那个意气风发的百里东君。风声过窗棂，江湖潇潇雨，星辰变幻烟火里。天下有几人可识君意？傲气落座相逢且知己。瑶儿，待我策马长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父亲。东君，我自小与父母分别，对于我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过节，我想去街上看花灯，我父亲就和我佯装成普通百姓的模样，混入灯会。他会将我扛在肩头上，他的肩膀很宽厚，很温暖。悲欢自去，原来孤独也是种勇气。与父亲的重逢真的太短暂了，像是一场梦境。你说，要是我早日打开那扇门，是不是就可以劝劝父亲了呢？
瑶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多顾及你的感受的。我们都会责怪心中的自己吧。不过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咽下这别离，因江湖风雨不再停息，叹息着丢在梦里。到了，瑶儿，你看。东面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辰，瑶光。帝君，东升瑶光，西起帝君。安朝廷了。蓬莱岛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感慨啊！莫一前辈，许久不见了。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朗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哼，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，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，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
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，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天外天前左护法，紫衣侯紫羽季。天外天前右护法，白发仙莫奇轩，恳请归宗。你们不惧？我本已该死，命是你救的，若你真要拿回，我有何惧？我没有救过你。我和齐轩叛宗之后，逃到那片竹林，发现那个小屋，而这东西就在小屋里找到。当时我伤重不治，是靠你的伤药我才活了下来，更别说还得到了燕灵霞前辈的帮助。虽然你不知道此事，但我和齐轩依然承你这个救命之恩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你够强。唯有真正的强者，能带我们走出这片血缘。我们坚信的，唯有这手中的剑。不是要回宗吗？怎么不走了？谢宗主。这只是一个局，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棋局，棋子，你一定不是甘愿的。就算身在局中，我也要破了这局。我不放。何苦呢？你不放，心魔就会缠着你，他缠你一日，你就一日不得寸进，不得解脱。
我说了，我不放。这么久了，你每天都在想着那一日，可那日之事已然发生，一切已成定局，你不放又有何用呢？是谁说一切已成定局？只要没走到我百里东军要走的路，一切便还没有结束。可我的路已经走完了，走到这里，我心甘情愿。不要再困在这里了，没用的，放弃吧。不，若放不放弃都没有差别，你为何会让我放弃？云哥，你回来！永别了。云哥，你给我回来！不许走！不错，莫一前辈，如何了？这一年里，我丹田内空空如也，但是今日内里如海水般涌出，充盈了起来。你已观想了1年，如此进境不奇怪。可是想通了？我要回去，把他带回来。若是他不肯跟你回来呢？那就和他讲道理，讲过他了，然后带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向。莫一前辈，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我？不过，先不着急，比起去找他，我现在更想先洗个澡。快哉快哉！前辈说秋水入海不够，我觉得这片云海也不够。那什么才够？天，只有这片天才够。我的内功，名垂天。来。
谁让你把胡子养这么长的？瑶儿，你说我在这石碑后面似乎没有了时间的概念。我这一去都1年多了，却感觉只去了几天，唯独这脸上的胡子没有骗人。不过，倒是也算有收获。我练就了属于我的内功，名垂天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是，就是这胡子要是更干净一点儿，那就更不错了。啊！别动，不然一会儿真刮到脸了。嗯。凉风初歇，燕雀切切穿林间。遮烟云烟，恍若大梦还未觉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独行无非眼观沧海，化作桑田。只知一红叶，缱绻了流年，才叫人叹风月。悲欢若昙花一现，本无声擦肩，奈何一瞥，寄风口响，心弦难辨，所思所见。四季与镜花水月，掌中霜雪。偏遇寻一双眉眼，心事红莲，只度日如年。难解所系所恋，此心间拨弄千结，只待月半明，世人如约。姐姐，怎么起来了？姐姐，好久才见姐姐一次，你看起来好孤单呀，我可以陪你吗？莫夫妇说，有朋友就不会孤单了，他跟子夫妇就是朋友。姐姐，你的朋友呢？我们可以请他来做客吗？朋友啊，爹爹没有朋友。曾经是有过，但是爹爹希望他不再把我当做朋友。教主，教主，小安氏，今晚莫叔叔哄你睡觉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事这般着急？教主，这次北离派来的人到边境了，而且此人不一般。是他回来了吗？不是他，是另一个人，是一个教主你认识的人。实在是搞不明白，这些人实力如此不济，竟然还想杀掉魔教教主。
你说是不是啊，我的朋友叶鼎之？司空长风。仔细想来，这也只是我们第3次见面。不过嘛，江湖之人，萍水相交，3面，可称挚友。确实挚友，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朋友了。你比下面那几个老家伙要强，强不强，也只有打过才知道。可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念宫。我也有一招向你讨教。确是一条金龙。青龙变。起！真是个霸道的武功啊！不用兵器，不用拳掌，只靠自己的内力真气来对敌。见识了。你比当年我见到的百里东军还要强。哼，只可惜肌若风太懒了，多年没有发过5把，不然我也想知道，和百里东军那家伙现在孰强孰弱。不过，你在提到我们那位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太过冷淡了？你就不怕他死了？他不会死的。为何？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打伤他的是我，他的武功全废了，却没有性命之忧。然而没有武功的他，必然不会参与到这场争斗中，所以，他不会死的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还打吗？方才我的话没有说完。虽然你比当年的百里东军还要强了，但是依然打不过我。这便是真正的虚念宫第9重吗？听说只有师傅亲临，才能打得过的境界。很可惜，李先生不会来了，因为他和我一样，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我们都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哦，昔日的天启城朱雀使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我成了朱雀使的那一天，我以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会使北离变得不一样。等到我们守护的那个人的哥哥坐上了龙椅，我才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循环。所以我离开了天启，回到了雪月。但是，这不能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。只有摧毁，才能重建。为了重建，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？我已经流了，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。
行了，走吧。看看，这都是今早刚打上来的。站住！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狼牙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了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刘越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东君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如今，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呀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这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，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哎，你也叫一声啊！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
告辞。驾。不为此生相伴共谈是此心宽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男爵的战场上的。驾！心似燃烧，山岳尽藏，赴人间一趟。月下地间战夙愿，少年曾许的金换一道光。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你我并肩流浪，欲将天地丈量，浮生死茫茫。苍溪染上月落寒窗，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的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7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哥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啊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。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
一见面，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来，这都到满啊！是啊，来敬你。好，来敬你，敬你，好酒量，再来，痛快。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啊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张峰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有是有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。外面的客人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允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了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哼，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子，你方才说你姓叶，其实我本不姓叶，可是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。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舞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
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？